大家好，再来我们要讲解跨国收养的程序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法院的国际裁判管辖的问题。针对收养事件，我们刚刚跟各位说明，这个世界上有两大阵营，一个阵营呢是契约型，另外一个阵营是决定型。在我国呢是属于决定型的这个制度的国家，所以收养是否成立，必须由法院的裁定来看是否要让它成立。那我们今天所讲的主题是涉外跨国的收养，所以它必须要适用国际司法的理论。那国际司法的理论呢，我们之前跟各位所说明的，它有3个分野，就是国际裁判管辖、选法跟裁判的承认与执行。就收养的部分，这个国际裁判管辖权，那因为我们在第1节跟各位所说明的是说，国际裁判管辖呢，它没有成文的规定，在我国目前还没有成文的规定，所以我们现在法院的案例跟学说的多数的见解是类推适用民事程序法上面土地管辖的规定。那就学说上面所主张针对跨国收养法院的管辖权的部分，大致上具有代表性的有3种学说。第一个学说就是要由被收养人，也就是养子女的住所地管辖说，也就是被收养人养子女的住所地的法院针对这个跨国收养有管辖权。第二说是收养人或被收养人的住所地管辖说，也就是由养父母或养子女的住所地的法院对于这个跨国收养有管辖权。所以第二说呢是2个法院都可以收养人的父母跟被收养人的这个也就是养子女的这个住所地所在地的法院都可以。第3个就是本国管辖说，那顾名思义就是用收养人或被收养人的国籍国的法院有管辖权。这个是在学说上面具有代表性的3个见解。这边蔡老师觉得恐怕以第2说收养人或被收养人住所地的管辖说会比较适当，也就是由养父母住所地的法院有管辖权，或者是被收养人养子女的住所地的法院有管辖权，这一个见解会比较妥当。为什么呢？因为收养人的住所地，也就是养父母的住所地，多半是收养关系成立以后，养亲和养子女共同生活的地点。那从他共同生活的地点来看，他是否适合作为收养的这个取代原生家庭，而让养子女过来和养父母共同生活的地点，它的环境怎么样？是不是比较健康、比较健全？那这个当然由养亲的住所地的法院来调查，会比较迅速、确实、比较妥当。那被收养人的住所，也就是养子女的住所所在地的法院，可以从养子女及其生父母的生活环境来判断收养关系是否符合养子女的
最佳利益。也就是说，由养子女跟原生家庭的所在地的法院来调查他的原生家庭的生活环境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的不好到必须小孩要让外国人来收养才符合他的这个子女的最佳利益。那他的原生家庭他是不是有不健康不健全的这一种地方，那他的原生家庭的生父生母是不是经济上或者是环境上他也不能够负担养育子女的这个情形，所以由这个养子女所在地住所地的这个法院来这个调查会比较妥当。所以这个是这一说具体的这个理由。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法律规定，家事事件法第114条第1项规定说，认可养子女事件专属收养人或被收养人住所地之法院管辖，收养人在中华民国无住所者，由被收养人住所地之法院管辖。这个规定114条第1项的规定，我想非常清楚的就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学说的3个见解，显然就是采取第2说的见解。那专属收养人或被收养人住所的法院管辖，如同我们之前跟各位所说明的是说，这个我们今天谈的是跨国的收养，所以这个条文它也可以类推适用在跨国收养这种涉外收养的法院的国际裁判管辖权的这个问题上面。所以就是由养子女住所地国或这个养父母的住所地国的法院都有管辖权。但是后面他规定说，收养人养父母在我国无住所的话，那必须要由被收养人的住所地的法院来行使管辖权。那也就是外国人要来收养我国的这个儿童的这种情形，那这个外国人在我国境内没有住所，这个时候呢，就是由这个被收养人，也就是养子女所在地之我国的法院来管辖。说明如上。那这个114条的第2项，认可收养事件，许可终止收养事件及宣告终止收养事件，这个专属养子女住所地之法院管辖。那因为要终止收养，或者是这个是不是许可终止收养或宣告终止收养，这个对于养子女被收养人的利益，这个攸关养子女被收养人的这个利益甚巨啊，这个要由法院来加以审查，所以呢，就是专属由养子女的住所地的法院有管辖权。这是跟第1项不一样的地方。好，说明如上，谢谢各位。